全球各大媒体报道中国财经，我们团队为您整理总结中国财经简报。中国疲软的通胀助长了更多政策刺激的呼声。彭博社，随着中国疫情后复苏步伐加快，中国3月份的消费者通胀放缓幅度超过预期，为央行提供更多宽松政策以帮助复苏的空间。该国3月份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增长 0.7%， 此前2月份上涨 1%， 低于经济学家在彭博调查中预期的 0.9%。上个月生产者价格指数下降 2.5%， 符合预期，前一个月下降 1.4%。虽然后疫情正在复苏，但数据证实国内需求仍然疲软，为当局提供了采取更多支援性政策的空间。这些政策可以帮助消费主导的增长在未来更具可持续性。中国房地产股的时机已经成熟，可供挑选。南华早报，今年表现不佳的中国房地产股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买入机会。东吴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陈立表示，他说，房地产股估值低，基本面有吸引力，随着官员将经济复苏作为重中之重，该行业有可能从北京获得更多政策支援。在实施严格的3条红线措施来遏制高杠杆行业后，销售急剧放缓，今年房地产销售正在出现转机。随着失业率的缓解和购买限制的放松，购房者获得了更多的购买力。根据统计局的数据，2月份新房价格同比上涨 0.3%， 为18个月来首次上涨。中国前30个城市的销售量比去年3月增长了 44%。中国消费者和工厂价格因需求疲软而下滑。加拿大环球邮报，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中国的消费者通胀率已触及18个月低点，而由于需求疲软打击经济，3月份工厂价格下跌加速。零售和生产者通胀仍然疲软，因为消费和工业部门都难以从大流行中恢复过来。分析师现在预计，今年消费者通胀将低于北京的官方目标。政策制定者已承诺提振经济，央行在3月份下调了银行的存款准备金率。然而，对金融风险的担忧意味着政策支援有限。国家统计局解释说，中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0.7%， 为2021年9月以来的最低增速，弱于2月份 1.0% 的涨幅。这一结果低于路透社调查中预测的 1.0% 的涨幅，增加了中国消费者通胀今年低于政府 3% 目标的可能性。国泰君安国际经济学家周浩表示，中国3月份的通胀报告显示，通货紧缩过程正在进行中，导致货币政策宽松以提振需求的空间更大。生产者价格同比下降 2.5%， 为2020年6月以来的最大增速，而2月份则下降了 1.4%。生产者物价指数 PPI 已连续6个月下降。政策制定者承诺加大对中国经济的支援力度，由于严格的 COVID-19 限制，去年中国经济创下了近半个世纪以来最糟糕的表现之一。最近的数据显示，中国经济反弹仍然不平衡，服务业复苏强劲，但制造业失去动力。中国股市成交量上升，乐观情绪回归。彭博社，据彭博社报道，上海和深圳交易所的总交易额已连续5天超过1万亿日元，1452亿美元，这是自8月以来最长的连胜记录。这被视为中国经济复苏恢复乐观的迹象。交易所的上涨恰逢第一批股票在主机板上令人印象深刻的首次亮相。详准后，中国信贷增长快于预期。彭博社，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的数据，中国3月份的总融资，一种广泛的信贷衡量标准，上升至 5.4 万亿元人民币，7840亿美元。这一数字高于经济学家此前预测的 4.5 万亿元人民币的中值，超过了去年3月的 4.7 万亿元人民币。金融机构新增贷款 3.9 万亿元人民币，也高于预期。企业贷款几乎翻了2倍，达到2万亿元人民币。新增家庭中长期贷款大幅上升，创2022年1月以来的最高水准。
由于流动性收紧，央行上个月加大了现金注入力度，部分原因是放松了 COVID-19 限制，经济复苏。据彭博经济 Bloomberg Economics 估计，中国人民银行通过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向银行体系释放了5000亿元人民币的长期现金。央行还通过3月份的月度中期贷款，提供了至少自2019年以来最多的现金。Pinpoint Asset Management 首席经济学家张志伟表示，从第一季度开始的快速信贷扩张表明，未来几个季度经济增长可能会强劲反弹。中国人民银行可能并不急于限制强劲的信贷增长，因为通胀数据仍然很低。易纲行长还表示，今年货币政策将保持稳定，利率被认为适合当前经济环境。在复苏的推动下，中国铁路投资创2013年以来160亿美元新高。南华早报，2021年第一季度中国铁路投资跃升至2013年以来的最高水准。2021年前3个月的固定资产铁路投资总额为165亿美元，同比增长 6.6%。中国国家铁路集团补充说，重点将转移到北部边境地区，包括新疆和西藏自治地区，以及新的西部陆海走廊沿线。该国的目标是今年 GDP 增长约 5%， 而2020年仅录得 3% 的增长，而铁路专案在实现这些成果方面发挥出重要作用。中欧铁路快运是“一带一路”倡议下通过俄罗斯连接中国和欧洲的重要网路，每年约有 16K 次旅行，运输160万个20英尺当量单位 TEU 集装箱。新的西部陆海走廊在2020年运送了75万6千个 TEU 集装箱，比2021年增长 18.5%。中国规模较小的银行因获利率受到挤压而下调存款利率。路透社，过去几天，中国的中小银行一直在下调存款利率，以缓解由于经济压力下信贷增长需求不足而导致获利率下降对利润造成的压力。河南省和湖北省的信用合作社和农村商业银行纷纷效仿广东的区域性银行，在经济低迷时期降低利率，以鼓励更多支出。尽管中国在12月实施零疫情政策后重新开放，但国内业务还不足以避免对经济持续复苏的担忧。谢谢大家收看中国财经简报。